大家晚上好，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每周一次。好，好，两位，没问题。那我们就开始。第一条，饿了么前 CEO 贪腐这条，有人说了啊，说之前我司向某大厂主管人员行贿也是这样，后来这哥们儿进去了，我司差点关店，是这样的。这种就是进去行贿呢，你不可能说，我四处送钱啊，上下打点这事儿不行的，一般都是单线联系。那么单线联系呢，上层变更的过程中确实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啊。这个如果你真的上下打点，你其实搞不清楚它内部谁跟谁是一波的，你这个很容易翻车啊。再往后说，连阿里都可以控制腐败，我党为什么控制不了呢？这个事儿首先要跟大家讲啊，阿里也没有控制腐败啊，这个饿了么或者说其他的各个大厂都没有控制住腐败。那么现在这哥们儿被扔出来了呢，也大概率也是呃，这个饿了么前 CEO 啊，他太着急了啊，就是没有整个上下都打通的时候就开始贪钱了，对吧？总共在上头没待一年啊，没有单够一年的 CEO 就已经贪了这么多钱啊，几千万下来，那么这样的人就会被拎出来去晒一晒。至于阿里内部还有多少贪腐，还有哪些地方是这个被贪腐所控制的，其实是不知道的啊。至于这个我党肯定是大部分人都是好的啊，这个都是很廉洁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我们控制的很好，阿里不行啊，也只能这么讲了。我看看啊，来了老范啊，欢迎。Cloud Code 玩的我最近飞起，我是第3位，好吧？这个 Cloud Code，因为 Cloud 这个东西我在国内，反正梯子始终挂不对，所以我就一直没用过 Cloud。我呢是Cloud 也不是说模型没用过啊，因为它的 API 我是经常用，但是 Cloud 自己官方的 APP 我是从来没上去过，Cloud 的官方服务也没法用。我用 Cloud 的 API 都是通过 OpenRouter 啊，通过这些东西去用，包括编程的话，都是使用的 VS Code 里面的 GitHub Copilot，那个里面也是带 Cloud 3.5、3.7，现在好像有4.0的这个 Sonnet 模型在里边去帮你辅助编程。但是直接用 Cloud 的这个模型的话，现在我还没有跑起来啊，就是直接用它服务没跑起来啊。好，我们继续。呃，小明的举报故事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帖子，很多人在下边给我留言，啊、这个就讲的是这个小明在学校接受了反毒教育，啊，这个就回家发现爷爷在种了一小块这个罂粟以后，到学校把他爷爷举报了，然后爷爷被带走了。这个警察给他发锦旗的时候呢，小明说：“我以后也要当警察啊，也要当警察。”警察说：“这个不行啊，这个警察是需要政审的，你是通不过的，对吧？你的家庭背景是有问题的。”有人就讲了说，大义灭亲是反人性的啊，所以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里面会豁免直系亲属的保持沉默、不揭露、不举报合法。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玩法吧。这个要求大义灭亲这件事情的话，是一方面是反人性啊，另外一个其实是反社会的，因为他已经说我可以大义灭亲了，对吧？我连亲人都可以去举报了，那么维持社会基本稳定的这个力量等于就被颠覆掉了。他今天可以举报他爹，那你凭什么你相信他去忠诚于任何什么什么主义啊，或者什么国家民族啊这种事情？他怎么可能去忠诚于这种玩意儿呢？对吧？所以这个只要求大义灭亲的，这个人就不会忠诚于任何东西，他只会忠诚于自己的利益和目的啊。这个，
所以啊，像西方民主国家这样的，可以豁免直系亲属之间的这种保持沉默、不揭露、不举报、不合法这件事儿，还是合理的啊。好，再继续。这个上期读评里头呢，因为讲到了器官移植的事情有些人就说聊器官移植那位，怕是不知道器官移植数量最大的是美国，而且他才13亿人。我不知道这个人讲这样的话到底什么意义啊？第一个，美国呢到底有多少人器官移植，是不是比我们还多？这个其实主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人家的医疗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对吧？第二个呢，就是美国是不是也有器官移植黑市呢？应该也有，对吧？这个你想，他有非法移民，有墨西哥人，这个一定会有这个器官移植的黑市。至于黑市有多少，跟中国怎么比呢？这个事儿因为没有统计啊，所以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听我节目的人，大家需要去注意，任何国家做器官移植黑市，都不是我们认为器官移植这件事情或者存在黑市这个事情是合理的，或者是可以推脱的。你不能说，因为美国也有器官移植黑市啊，我们怎么可以批评中国器官移植黑市呢？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逻辑和道理的啊。就是器官移植黑市这件事情，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违法的，而且都是不应该存在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存在器官移植黑市，都不能成为任何国家去推脱这个事情的借口啊！你说，因为美国存在，所以我们这里存在就无所谓了啊，这个都是错的。全世界哪怕其他所有国家都有器官移植黑市，那这个东西在中国存在了，也是不应该也是不应该的啊，也是应该指责的。好，继续说特斯拉 Robotaxi 上路了有人说了生活在旧金山城区道路上发生拥堵时，放眼一看，一半的概率是前面有台 Waymo 在犯傻。自己特斯拉买了 FSD 日常通勤，也就是会在车不多、不需要变道的高速上偶尔用下，被吓过好几次。放心的纯无人驾驶感觉还是任重道远。这个怎么说呢？Waymo 确实是容易在那儿站住就不动了就是叫因为效率原因需要人为干预他们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互联网黑化的方式来说是这么来讲。特斯拉呢 FSD 应该是跟 Waymo 正好反过来就是他更喜欢去违反交通规则，对吧？发现前面有车了，他可能会直接压黄线直穿过去，然后这个违规的去并线各有各的这种问题吧。但是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纯无人驾驶这件事情，还是要给他机会你如果不给他机会让他试的话，就永远到不了，对吧？而且现在，无人驾驶的整个的事故率或者说这个，比如说100万英里或者100万公里出的这个交通事故这个比例，其实要比人驾驶的还要低一些，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继续让他们往前走呗。这个走的过程中，万一就一些问题就解决了呢，对吧？所以这个不能因为说技术不成熟就让它停一停。好，咱们再往后宇树科技的王星星的高考填报志愿这儿或者叫高考填报建议他呢有人说了老范对语数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吧？对我对语数是没有特别多了解，而且呢，也没有特别多的了解的意愿，因为有些公司呢，就是你还愿意去了解一下，愿意去学习。像语数呢，我就真的不是特别有耐心去研究一下这公司到底干嘛的。之所以录这个节目呢，也不是我觉得语数就怎么样了而是说，王星星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提出的高考填报意见呢，还是值得出来讨论的也仅就这个高考填报的这个建议这个至于语数科技自己到底怎么回事跟我们这一期节目没什么关系。好，继续有人说你说专业不如学校，你现在就算去
同济学个土木建筑能好就业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呃同济的土木呢，肯定没有同济的计算机好就业，这个是必然的。另外一方面呢，你同济的土木跟你比如说一些完全名不见经传的这种小学校，既不是985，也不是211的学校出来的计算机，到底哪个好就业，这个还真不好说啊。有可能同济的土木会更好就业一些，因为大厂是这样干活的啊，就是你第一件事儿要把简历递进去啊，递进去的时候呢，他们先会去做简历筛选，筛选的时候就把这个小企业小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直接筛掉了，对吧？你哪怕学计算机的，你可能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然后你到这个上面去面试的时候，可能同济土木的这哥们儿还有个面试机会，你还有机会到的这个面试官面前去说，我虽然学土木的，但是我学了很多计算机课程，我还可以写程序，对吧？你有这个说话这个机会。然后这个小学校出来学计算机的孩子呢，你可能压根儿连这个简历筛选这关都过不去所以呢，这件事情不能单独的去比，比如同济土木怎么样啊？你要同济土木跟谁比，对吧？它是个相对的数据。继续说最近也在帮侄女选专业，对于老范所说的大学学校大于专业，持谨慎保留态度。个人觉得，除非这个学校明显高一个段位，或者是名校，否则还是专业优先。并且不是所有学校都让转专业的，设置的门槛也不尽相同。对普通人来说，选对专业就是块敲门砖，真的有机会改变命运，除非是个人能力特别强。这种人选任何专业都有机会赢这个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还是比较中肯的你比如说这两个学校差不太多，你比如说像我儿子去年报的时候呢，有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这个还不是对北科这两个学校呢，其实分数是差不太多的。然后你在这两个学校里头呢，你可能选专业就要重要一些。那你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有一个学校是能够高一个档次，但是专业差一点的话，没准我们也会去选它是这样的，就是你确实还是要跨档。如果你说，我这儿已经到这位置了，但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上下学校都差不太多的情况下，那就是要选专业了像我们当时之所以没有说去拔一档学校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我们不出京就必须在北京，你必须在北京的那个选择的范围就会小很多，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分数下，它不会有这种差一档的这个就高一档的学校来去这个接收它像我儿子是211嘛，你说985能不能续呢？能续，但是呢，必须要去外地。对吧？到了外地以后呢，你可能还要再选一个稍微差一点的专业。像我儿子有些同学就是这么选的，就是他这个分数差不太多，然后就离开北京然后到一个985去，然后选一个奇奇怪怪专业，这个是可以的。好，继续说纠正一下美国学校可以转专业和学校，英国不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英国真的不行吗？英国好像你像大学城这种东西都是英国发明的嘛，你可能没法转学籍吧，但是你上别的学校去听个课应该也没什么大毛病，对吧？反正既然在一个城市里头，而且我印象里英联邦的，你像加拿大，他们跟我讲是可以转学校转这个专业的，因为英联邦国家嘛，所以我搞不太清英国到底行不行只是这位朋友说，英国是不行的。转专业我觉得应该可以吧，这个我真不知道因为我对英国的学制是完全不了解的。好，继续我看看点赞点赞，欢迎这个这个我们美国的朋友又早起赶上了早上好现在有76个人在看，还可以吧？今天怎么感觉人少呢？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今天放的这个封面比较暗淡呢？下次我还要再放一个明亮一些的。好，继续读网上的评论。OpenAI 被诉抄袭，雷军被指不尊重创业者这条里头有人说了，
说雷军是中国卷王前3名，第一个是比亚迪。卷王这种事儿啊，没法评啊，因为各有各的卷法。雷军肯定是很卷，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了。像我们以前给他打工的时候，这个也是卷得很厉害啊。经常是凌晨2、3点钟给你回邮件，我们都睡着了，他给你回邮件啊，这事儿，也是反正很痛苦吧，给他干活。至于说真卷的话，像国内其实，互联网公司3大卷王里头还没有他啊，这个是，拼多多，美团、字节啊，这3家是3大卷王。但是现在字节好像稍微差一点了啊，因为公司大了以后有点按部就班了啊，所以字节未必能够继续卷下去了。但是美团跟拼多多是真卷啊，然后小米在这个里头真的排不太上号。还有人说了啊，说被腾讯看上的，要么收购，要么直接弄死你，还要比抄袭的厉害啊！腾讯直接把原创弄死，案例多了去了啊！雷军就是吸收人家的想法，然后自己去抄袭了。这件事儿是这样啊，就是腾讯呢早期确实喜欢干这种事儿，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梗图嘛，叫做"狗日的腾讯"啊，就是这个底下是个企鹅，然后那个脑袋是个狗头，对吧？这说明是一种杂交生物嘛。但是后来呢，这个就不是了啊，这个后来发生变化了。腾讯后来呢就喜欢去买，对吧？你只要是做什么项目呢，腾讯就投资啊，投资完了以后，如果做的特别好，它就被买下来。在疫情以后这段时间呢，腾讯其实已经收敛很多了啊。这个在中国企业家有的一段时间，就是都会有一些阶段会做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叫自污。为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真的站得太靠前，有可能会被收拾啊。所以呢，在疫情之后这几年呢，其实腾讯在想办法往后退，就是要把这个老大的位置让出来，因为有些公司是没法让的，有些公司就可以让，像腾讯这种我已经上市了，也这个占有这么大市场了，我让不让，反正也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对于他来说呢，现在只要是向后退一退啊，就可以让字节冲上去。字节现在收入啊，什么利润都比腾讯还高，这个现在收入可能京东比腾讯都多，但是京东没什么利润啊。这个字节为什么不能退？字节还没上市呢，对吧？所以必须要保持这股精神头啊，或者保持这口气儿啊。你如果气儿散了，你再往后冲不过去了，所以字节只能往上怼啊。腾讯这几年真的是好很多了。这个至于雷军是不是吸收别人的想法自己去抄袭呢？我倒不太认为啊，因为当时做这个东西就是最早出想法的人呢是亚马逊啊，亚马逊的 Eco。亚马逊 Eco 出来以后，因为我当时也在做投资嘛，所以当时我们是看了大量的这种项目，然后四处去找，找完了以后回来去设法投资，或者去这个尝试搭建新的业务场景吧。这个因为战略投资就是这样，你需要跟自己的原来的这些业务去拼接起来，然后搭建新的场景，它才可以去实现投资和并购这些事情啊。像我们以前做战投都是需要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挺难的啊，因为其实以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Eco 最后自己也没活下来，对吧？所以当时这条路到底走得通走不通，不太好说啊，不太好说。雷军呢，肯定也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再去思考，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或者说当时他可能觉得不做啊，过一段时间可能再去做，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啊。至于说这个抄袭，这个智能音箱这东西真的不是猫王发明的啊，这个离抄袭它还远去了。好，继续啊，这个老范这次不赞同你的观点，不论任何原因都不该抄袭原创，不然任何原始创始人都产生寒蝉效应，更打击科技创新啊！这个我是完全不能同意的。为什么呢？啥叫抄袭？对吧？如果你说，哎，我今儿脑子里有一个主意啊，但是我做的一个稀烂，但是呢，我就把这条赛道霸住了，谁也不许在这块走了。那你这样就能科技创新吗？因为第一个想到主意的人很有可能把东西做个稀烂啊，对吧？
那你把这个路都把死了，别人都不许做啊。特别是这个比如说一些完全的就是个idea 啊，像这个当时这个猫王去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个说我想做，其实他还没做出来呢，对吧？那你说别人就都不许碰了？那你要这样做的话，那人类不早被自己的这个锁死了吗？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去有效的评估这些创新，然后呢，把这些创新呢给它标一个价格，让它在一定的有限的时间内呢，可以为创新者带来利益，这个事儿就可以了。这就是专利嘛。大家要知道，专利这个东西的本质不是说让别人不能进入啊，也不是说别人要使用你的专利必须要交钱。专利的核心目标是公开，对吧？不要重复发明轮子。有人去写了专利了啊，发明了东西了，你必须要把你的专利公开，别人能看到，可以复现啊。如果你的专利公开了以后，别人复现不了，那你专利是无效的，对吧？你必须要别人能复现了，那么他可以在比如说多少年之内来保护你的专利啊，在这些年内有人用就给你付钱啊，如果没有人用，你就这个拉倒了啊。那么一定是这样的。然后专利也是有标准的，要达到什么样标准才可以去申请专利，到底是外观专利还是实用新型专利还是发明专利，对吧？你这个都是有标准的，就是什么呢？要达到一个平衡，在创新与这个就是保护之间要达到平衡，因为你都保护的话，就很容易锁死，对吧？我今天觉得这个手机应该是直板的啊，这个不能有按键。那以后所有做这个按键手机的人都侵犯专利啊，你们这辈子不许干了啊！我明天觉得这个电话上头应该有拨号盘啊，这个以后所有拨号盘的电话你们都不许做了啊。然后我说把拨号盘去了，我改成按键啊，那我也申请个专利或者也算原创。那么以后所有这个电话上不允许有按键，那这世界就没法发展了，对吧？所以啊，这个是一个平衡啊，这个各个国家的法律都在不断的调整。啊，要让大家既有创新的动力，然后呢，又不能说这个锁死新的创新方向啊，这个所以一定要分清楚。继续啊，说雷布斯确实牛逼啊，但一开始抄袭黄章应该是跑不了的。这种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跟刚才我们讲这故事一样，黄章呢是他那个公司叫什么来着？珠海。反正也是做手机的啊，魅族啊，魅族，珠海魅族。雷军呢跑去跟黄章去聊啊，聊了很长时间，然后把黄章也聊得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珠海这地方没什么大企业，珠海呢一共是可能2、3家这种特别大的企业，一个是魅族啊，造手机的，一个呢是叫做全智啊，造这个芯片的，还一个就是金山，就是软件当时也确实在中国算不了老大吧，但是也算是一面旗帜。对吧？然后雷军呢，也算是在这个圈子里头响当当的人物，跑到这儿来，然后很这个不能叫低声下气吧，但是很谦卑的来去跟你探讨说手机应该怎么做。然后都探讨完了以后呢，这个人家雷军开始做了。那你说到底是哪样东西是不许碰的呢？对吧？你说你不能做手机，还是说不能这个把手机造成直板的，还是不能用安卓，还是不能那个什么？这些东西也都不是黄章自己发明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没法讲了。你说哎，我跟你聊一次以后，然后这辈子我不许干了，那我聊它干嘛呀？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想清楚啊。这个我们要鼓励创新啊，一方面要保证原来创新的人有收益，另外一方面也要保证新来的人还有创新的机会和创新的动力啊。所以这个都是为了创新。好，我们来看看，终于有100人了啊！美国反正都可以，但是川黄现在上来后，再想转敏感专业就应该啊，是的，就是中国留学生进来以后说，我现在想转个人工智能，估计会难一点啊。来晚了啊，不算晚，不算晚，刚来，刚开始一会儿啊。这个很好奇，这些企业大老板，他们哪里来的精力，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并能保证持续稳定的输出和做重大决定，总觉得像张明阳那样的坐着能睡着的才更像正常人。这些企业大老板呢，
肯定是少数人啊。然后这个如果你说我坐这儿就能睡着的话，大部分这样的人你也当不了大老板，对吧？他成为大老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这些人筛选出来的一个过程。另外呢，这些企业大老板也经常这个昏招迭出啊，就是他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但是呢，他们这个输出并不稳定，做出重大决定确实做了，但是不一定保证对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什么特别值得惊讶的事情吧。好，我们继续啊，小米预期发布会。有人说了啊，能买起小米汽车的起码中产吧，还真不一定。这个原来小米苏七出来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苏七的车主是最年轻的一批车主，冲动啊，驾驶技术差，然后车还贼猛，就容易出事儿。其实呢，苏七也并不比其他的车更容易出事儿啊。只是什么呢？就是小米相对来说是，哎，你出了事儿，你去报道了，我无所谓啊，我也不太管你。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去买车的时候啊，不要去买这个法务部太强悍的车，啊，你比如说这个特斯拉呢，虽然是告赢了几个官司，但是你在网上传播特斯拉的各种负面信息，没人理你，对吧？然后小米呢，你说哎，小米出事儿了，小米着火了，小米什么的，对吧？小米也不会说什么，也不会删你的帖子，但你要敢说华为着火了啊，那你的视频马上就不讲了。对吧？我记得前两天还看了一个视频，讲什么呢？他讲的是，华为的车，反正也是出了点什么问题，我忘了。啊，拖车保险杠掉了啊，就是拖的时候这保险杠掉下来了。然后呢，这个博主呢还专门分析了，说这事儿啊有两说着，一方面呢是你这个操作有问题啊，说你如果操作有问题的话，谁的车啊这么拖呢都会有毛病，但是保险杠掉了稍微差点意思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华为，就是你车设计的不好啊，或者你保险杠这块用的这个料不是特别着实，啊，被拖车的时候给拖掉了。然后呢，这个视频呢就被举报下架了。然后这个博主就上来说我今天就要治这个戏了，对吧？我说了，我两面都说了，也没有说你车不好，对吧？我说这个事儿是有可能是这个操作失误，对吧？你不能说这个我查了操作失误，然后你损坏我名誉，然后你就给把视频删了，这事儿不行，对吧？我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我说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说你这个车有可能设计有问题，啊，你也没有证明说你这车设计就没问题，对吧？你这不能说嘛，说你这车是不是只允许夸呀？任何人不允许提出任何质疑，或者说出了任何的事故以后就不许说你的车名字了，啊，说这样的车就不能买，对吧？我这是比较赞同的啊，就是说你买了车出任何事情，你连这个抖音都发不出去的车是坚决不能买的。至于买小米车的人呢，反正精神小伙、精神小妹儿也不少啊。呃，继续啊，说这种外观明显且严重抄袭后，还假装是原创啊，没人觉得可耻吗？看得见的尚且如此，看不见的地方很难想象怎么去相信它。这个还是抄袭的问题啊。那么你觉得什么？这个就是如果这个车的比例，比如说法拉利啊，或者是保时捷，我去申请啊，说这个比例是抄袭的，对吧？这个我把它注册了啊，所有这个车头跟车尾是3:1的，啊，就是这个抄袭啊，就是车头是啊，不是车头跟车尾，车头占整个车的1/3的，就算抄袭了。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为了保证未来的人依然可以创新啊，这么宽泛的啊，这个专利是不允许申请的啊，这个在任何国家都不允许，对吧？那你说，哎，我看着像，那可能是说人家原来设计的这种比例的车，对吧？那么大家觉得很漂亮，那么也没有人们其他人用这样的一个比例去设计车，那你不能说别人就不能按这比例造车了，对吧？这事儿不行啊。或者说我造个手机直板的，上头就有一大屏幕，苹果就去申请这样的专利啊，最后没申请下来嘛，中国没给他批，对吧？那么以后别人都不允许造这样的手机了，这不是开玩笑吗？对吧？那你说安卓手机都是抄苹果的，啊，三星手机也是抄苹果的，对吧？只要是直板手机啊，只有一大屏幕的，这个就都算抄苹果的，那这行吗？这个，
小米第一个发明的这个全面屏手机啊，就是这个屏幕上啥也没有啊，这个没有任何按键的这样手机叫小米 Mix。那么后边这个大家都去往这块抄的时候，是不是也算抄袭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很多人啊，对于抄袭的认知呢是明显双标啊。就只要是中国人造的就叫抄袭啊，只要是老外的都牛逼，对吧？这样呢也没什么好说的啊，你就觉得抄袭就抄袭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你就比例项呗，小米现在问题就是比例项，对吧？它的这个车的这个前后的比例，然后车高的比例很像，对吧？这个没毛病啊。那么这个至于所有的设计细节，实际上都是小米自己的家族语言啊，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致敬没毛病啊，那抄袭确实过了点儿。好，继续啊，这个中国新能源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买车并不真正属于你，不管是控制权还是所有权，厂商可以随时接管和控制车辆，并且这个权限可以下放到非常低的层级，而一旦发生纠纷，作为车主，基本没有任何和厂家博弈的能力。这个想想就恐怖。这件事儿呢，其实在全世界都一样，因为智能车这个事儿吧，它比较讨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你智能车在道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啊，发生碰撞的时候，车厂是要承担责任的，对吧？那么既然你要求他承担这个责任，那他就必然会有一定的控制权啊。这种情况下，那你怎么办呢？你不能说你完全控制不了，然后最后你还要承担这个车辆在路面上行驶的这个责任。这个在全世界都是车厂对于这种智能车有一定的权限的在中国呢，肯定是模糊的范围更大一些。你包括像苹果不也干这个事儿吗？给你把手机的电池这个容量变小让你去买新手机。实际上什么？就是它用一段时间手机以后，这个电池容量如果不变的话，继续往里充电，它容易爆炸。所以呢，它就改一个参数，让你电池容量变小就是你不会把它充那么满这个时候手机就相对来说比较好使呗。最后，当然这个事儿苹果好像被欧盟给告了然后最后只能把这数改回去了。国内好像没管它。然后2003年本田起诉双环外观抄袭，结果本田被判罚了1600万这个事儿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本田可能是没告赢吧。然后乔丹本人起诉中国乔丹商标侵权8年连输了2、3次，在咱们这儿哪有侵权，用的你的外观是看得起你，有什么丢人的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咱们的法律这个怎么说呢？执行标准确实是，不是很稳定吧。但是有的时候，比如中美关系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需要向美国人展示一下中美关系的时候呢，他们也就会这个胜诉然后其他的时候就不好说，因为我们以前也研究过这种版权官司，对吧？曾经有一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是有一个游戏叫做，就是我一下我名字忘了也是暴雪的一个游戏是这个打枪的是这种也是类似于这个什么类似于大逃杀类的游戏吧，就是也是很有名的，我一下我名字想不起来了。他呢上线了以后就去起诉一家中国的小游戏厂商，说你这个跟我的所有素材都一致然后我要告你。然后这个案子呢就拖下来了，拖了大概2、3年，最后这2个游戏呢都下架了，都没人玩了。突然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又要去改善中美关系了，然后法院的人就把这案子给翻出来了，说行，就这案子了这是典型案例，必须把它判了。然后呢，就找着这2拨人，这2拨人说这事儿我们都过去了，2游戏都没玩起来，都废了，对吧？你现在还想干嘛呢？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案子判了要判这个暴雪赢要判这个国内的厂商输。他说那就判呗守望先锋，对，守望先锋，我一下把这名字给忘掉了，然后看有人提醒我。然后呢，说这个标的是多少？因为你这个案子是有标的的嘛。说标的是20万块钱还是几十万块钱，反正不多。说这不行这个必须得把标的做上去做到这个200万、300万。说我们没挣这么多钱，那也不行你必须得把这标的做上去然后就大家坐在这一块找发票一块找各种的这个收入证据。
当时是把守望先锋的人啊，把这个暴雪的人跟那个好像深圳的一个小公司的人，大家坐一块啊，咱们今天把这案子凑出来啊，凑完了以后200万判了啊，赢，然后你把这个200万还给人家，大概就干了这么个事情。所以中国的这个法律执行上，稍微有一点小波动吧，也只能这么讲。啊，然后啊，这个现在标题越来越离谱了，这个预期能改变市场格局吗？订单量大，小米也没有能力这个改变市场格局啊，这个真不一样啊。预期这种东西上来啊，3分钟大定20万啊，这个18个小时锁单了24万这样的数据下来以后，现在整个的市场再发生变化，已经在改变了啊，大家都在做出反应，比如说华为的车就开始降价，对吧？然后这个小鹏，对吧？要发这个开发布会之前，先得买一辆预期，然后何小鹏啊说，我今天买了一辆预期了啊，这个晒个单，然后雷军就在这个微博后头说，哎，我们祝贺小鹏汽车的 G7也能发布成功吧，对吧？这个事情就在相互的捧着往前走。然后特斯拉呢也在改变国内这个车型的一些这个配置吧，它把这个 Model 3跟 Model Y 的长续航版的续航进一步拉长了啊，都在改这些东西。当然，特斯拉的这个应对方式比较奇怪啊，它涨价了，对吧？还有很多其他的车厂可能也是在进行价格调整。现在呢，各个车厂对于预期锁单的用户来说，都是你拿着手机来啊，你确实锁单了，对吧？5000块钱我给你出了啊，你买我的车我给你便宜5000块钱，这相当于5000块钱给你出了吧？实际上市场格局已经在变了，而这种市场格局的话，大概率会变成什么样？就是老大跟老二打仗，老三呢可能还能站着，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老10就危险了。这里头老大、老二是谁？就是 Model Y 跟预期啊，然后老三呢，可能鸿蒙下头还有几个车啊，就是比如问界几个车还能凑合在那站着，再往后的其他车就这个岌岌可危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啊，让我来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玄学上来说啊，这些企业大老板就是八字儿硬、精力旺盛的人。这个我们也见过，这个中间夭折的啊，比如跳楼的呀，或者突然身体就崩了的这些人，我们也见过。最后能够看到说这个，可以上台去蹦跶的啊，这个而且蹦跶的还很凶的这些人呢，都是大浪淘沙筛选下来的。但是你也像乔布斯这样的，对吧？在这个最能够折腾的时候，突然就不行了的也有啊，但是比较少。小范每天在学校有多少自由可支配时间，还有时间学习，学习有用的吗？有啊，而且我觉得小范现在学习的东西就挺有用的，自动化，对吧？在这个未来多弄一些硬件，挺好的呀。他自己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呗。我还听说过一个八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比尔盖茨创业的早期，经常连续工作1-2天不睡觉，然后工作完成之后就去开 party。如果是真的，这个身体也太好了。哎呀，你看的马斯克每天经常睡在办公室里头，睡在车间里头，对吧？这个应该是真的啊。比尔盖茨那个我还没有去考证过。你也觉得企业团队可靠，想让小范毕业去公司打工吗？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也觉得企业团队可靠？哪个企业哪个团队啊？对吧？这个小范毕业如果有地方去打工就打呗，对吧？但是有些地方就不用去了，对吧？特别是一些外包岗，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去的必要了。但是如果有一些大企业能混进去，也不是什么坏事。守望先锋啊，对，这刚才把这名字忘了啊，感谢提醒。其实有时候搞创作，搞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搞爽了，确实可以几天不睡觉一直搞。当然，硅谷嗑药成风啊，这个我不知道硅谷是不是嗑药成风啊，反正马斯克经常被指嗑药。我们公司现在的 IT 部门
也是在纠结部署大语言模型，因为总部在欧洲，也是担心数据安全。现在全公司没人敢拍板。那就慢慢纠结呗。这个纠结了以后，就等别人慢慢把你们干掉吧，对吧？其实不用太担心啊，这个信息泄露这种事情是逃不过的啊，就看怎么能够控制一些关键信息不泄露就可以了。好，中国一年能够生产50万架 FPV 无人机吗？这条视频有人问了啊，说中国就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样样稀松啊，这个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咱们反正每样东西都能造，造完了以后呢，这个确实要比日本跟欧洲实验室或者美国工厂里出来的东西比较起来呢，这个稍微差一点啊。这个包括无人机上的各种零配件，欧洲跟日本、美国的产品还是要品质比咱们高的啊，这个要承认。咱们比人强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量大啊，然后便宜啊，供应能力极强，上下游产业链都完整啊，这是咱强的地方。这个咱还是得承认，人家东西做的还是不错的。现在咱们可能在某些个别领域里头啊，能够在品质上超越他们啊，但是不多。还有人说了啊，1000万架有什么用啊？核心零部件几乎全部进口啊，核心零部件一卡脖子，一架也生产不出来。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像大疆这种产品呢，确实有很多零部件是进口的，但是呢，这个下边这些 FPV 这种比较便宜的无人机，咱们是所有零部件都可以有。大疆呢，也不是说他不愿意买国内的这个零部件啊，只是他的要求啊，这个比如说它的要求品质比较高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买国外的反而便宜，对吧？你要让国内的这些零部件达到它的品质要求的话，可能比买国外的还贵一些，对吧？这个是一个平衡，而国外这些零部件呢，在国内应该都有替代，只是品控稍微差一点啊，也就如此了。好，这个还有人问啊，10%关税和利润10%一样吗？这个因为当时讲的是说我们的利润降低了10%啊，因为有10%关税。这个事儿呢，应该是我自己讲的不够清楚啊，并不是说国内的工厂降价了10%，牺牲了10%的利润啊，这个出去给人家这个填这个关税窟窿去了啊，不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你就算是把利润降了10%，因为我们利润本来就很低，对吧？对于整个的产品的售价来说，可能连1%或者0.5%都不一定有。所以呢，这个10%的关税跟这个10%利润之间呢，并没有直接数学的联系啊。但是，它在逻辑上是有关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10%的关税，所以中国大量出口企业的出口订单转内销了。转了内销以后呢，导致这个进一步内卷、进一步降价，然后这个利润下降啊，它是这样来去转过。但是呢，10%关税跟10%利润的下降之间，没有直接的这种数学的或者叫线性的联系吧？啊，这个我觉得算是解释的比较清楚的吧。啊，还有人说了啊，说中国无人机 FPV 产量再高，台海战争一爆发，解放军是否叛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有美国智库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这种事儿呢不好说啊，为什么呢？我记得这个希特勒去发动巴巴罗莎的时候，也是觉得说这个苏联民众在这个苏维埃政府的统治下已经呃怨声载道了啊，这个楼马上塌了，我只要上去踹一脚，这个楼就直接塌了。特别是很多的苏联的这些联邦加盟共和国，对吧？我去了以后，他们就得当带路党，他们得欢迎王师啊。当然也确实有人啊，比如说像乌克兰啊，还有几个国家就德国人去的时候就喜迎王师了啊，然后但是最后还是陷在里头了啊，最后被苏联整个陷在冰天雪地里头，然后输掉了二战。像这一次呢，以色列其实也是这么想的，说我去打这个伊朗，对吧？伊朗这帮人啊，这些波斯人，你们被这些阿塞拜疆的这个教士集团统治成这样，我还不得把你们干掉，对吧？我还这个为什么要这个继续的这个服从他们这种腐败的教士统治呢？
我是不是嘁哩咔嚓扔几颗炸弹下去，你们就直接革命了，对吧？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最后发现这个事情也没有实现啊。这个现在国内的整个状态，你说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至少比伊朗还要强点吧，啊，可能比那个时候的苏联也还强点。所以这种事情，你如果把这个战争的输赢寄托在这种不靠谱的事儿上，这个就真不好说了啊。没人敢去做这样的这种预测啊，就是当时做这种预测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还有人讲啊，说一旦卷入战争，难道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不会受到打击，甚至毁灭性打击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战争这种东西啊，也不是说一上来就开始互相扔核弹的啊。以现在这几年的这个战争状态来看呢，战争呢都是说，哎，打起来了，但是呢，甭管是俄罗斯、乌克兰还是伊朗、以色列，都希望控制战争的烈度和它的范围在一定范围内，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很多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是依然可以去运作的，而且到现在大家都说，哎，我们没有攻击平民目标啊，对吧？没有去这个做一些这种人道性的灾难啊，没有去搞这个事情。因为就算是你嘁哩咔嚓把它打下来了啊，比如说这个以色列啊，把这个就是加沙地区，比如说嘁哩咔嚓打下来了，他也不敢上去说咱地毯式轰炸，然后直接进去三光政策，他也不敢干这个事儿，因为你要干这个事儿呢，必然会被国际制裁，对吧？他也希望把这个东西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那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话，那这些工厂设施工业设施、基础设施就会继续运转下去啊，继续给咱们造无人机。然后另外呢，就是不要忘记了，咱们还有大量的生产线生产能力啊，就是就算你今天开始去说这是无人机工厂，那是无人机工厂，其实开始开炸了，对吧？咱还有那么多山洞呢，还有这个很多的这种三线工程呢，咱们就把这些生产线设备搬进去干呗，对吧？这个事情我们肯定还是要比美国人再强一些的啊。所以呢，不要老觉得说，哎呀，这个肯定不行，没什么肯定不行的。现在很多公司都部署自己的大模型啊，甭管大的小的，总之就开始搞啊。这个其实我真的不觉得公司部署自己的模型是特别有必要的事情。公司呢自己部署这个叫做本地知识库就可以了，能够做一做 RAG 其实已经够了。模型呢使用这个 OpenAI 的，使用谷歌的，使用 Anthropic 其实都挺好的，对吧？这个你自己的内部信息就放在本地知识库里头啊。你虽然 embedding 的过程也是用的它的服务器，但是还是要稍微相信一点对方的这个企业操的吧。这个没必要去怀疑所有人都是坏人啊。然后本地部署的话，可能现在真的是部署千问或者是部署这个 DeepSeek 最好使，其他的其实效果一般。赶上直播啊，刚和同事去这个吃喝去了啊，我买单啊，不违规啊，挺好挺好。这个你算多大领导啊？你买单还不违规？很赞同老范讲的啊，再纠结下去就等着被淘汰了。如今 AI 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科技革命了，是这样的啊，赶快用起来。一开始台湾就完了啊，台湾人别指望能赢啊，这个倒也不至于。就是你像以色列打加沙打成这样，中国要真的去收复台湾的话，应该也不敢上去这个地毯式轰炸，然后玩三光，这个事儿肯定也不敢，对吧？而且这个地方因为都是同宗同种嘛，大家都讲中文，对吧？你真搞成这样的话，国内也是不让他干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肯定也还是会把这个战争尽可能的控制在一个烈度之内。咱们继续读评论啊。这个周日吃药的时候啊，怀念了一下蔡澜啊，就有人去评论了，说你们是不是在怀念那个被殖民的时代啊？中国弱的时候可以通过贵阳大人获得超额利益，有说过这话吗？
蔡澜因为去了香港，所以他就是殖民时代，就是因为跪了杨大人才获得了超额利益吗？这个什么逻辑啊？这事儿是，我讲的是说他可以去，公开的讲他贪财好色啊，这个而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攻击，而且他也不太怕攻击，对吧？当然也有一些人在我这条下头去评了，说你这个蔡澜这个拍毛片了或者做什么其他事情，你去讲这个怀念蔡澜，你就跟他一样恶心，这就是女权嘛，对吧？女权这些人呢，就是他们把整个的环境变烂掉的啊。我觉得啊，这个第一就是特别极端的，你说哎我们要歧视女性或者要这个剥夺女性权益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呢，你说把整个的社会变得一点包容性都没有，这个呢，也挺没意思的吧？这个也就是如此了。至于说以前这个跪杨大人，对吧？你可以获得超额利益，你以为现在就站起来了吗？对吧？你现在不还是得找人跪吗？而且现在跪了以后，跪了都白跪，对吧？没有任何利益给你，你依然没有站起来。如果真的有什么人说，哎，你跪一下，我给你钱，告诉我这人在哪儿，我找他去，对吧？这个也就这样了，对吧？你这个有什么问题？你现在只是说，有一家人说这个啊，你们都来跪我，我不给你任何钱，你也得跪，对吧？这个有人跪了就给钱，这个他们就罪大恶极了，我们一定要批判他，怎么能给钱呢？对吧？这个事儿，给钱这事儿多这个伤风败俗啊，对吧？不能给钱啊，你就得上我这儿白跪来，对吧？这个就是可能现在的一些人的逻辑吧。那位朋友啊，什么杨大人，都21世纪了还杨大人啊？这个有些人的脑子呢，他就是这样啊，那没办法。好，咱们再来啊，这个 Midjourney Video 做 Live Photo 这条啊，有人讲了啊，说更正一下啊，用外部图片是可以生成视频的啊。这个事儿呢，是首先确认啊，确实可以。他讲发文档，是发文档的时候或者发这个release 的这个公告的时候呢，他讲的是啊，是可以用外部图片，但是我没找到啊，所以呢，我在录视频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啊。后来呢，我又去找了一下啊，告诉我在什么什么地方啊，找到了啊，这个确实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上传手真图片的啊，上传了以后呢，可以用外部的图片生成视频啊，我没有试过啊，但是这个功能应该是存在的。认识一个搞6代的啊，上次直播间说了2句，还被老范禁言了一会儿啊。听他说了不少，按他的意思，现在我们完全有压倒性实力，而且老范你说我们不敢，他说了，到时候就要那么干啊。那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种事儿是这样啊，就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年轻人，或者说一些，呃，不是那么负责任的人吧，脑子里没有这根弦啊，或者说他们觉得这个杀了就杀了呗，对吧？那怎么办呢？啊，这个就跟小孩似的啊，小孩这个是叫下手没有轻重，对吧？因为他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所以他下手就没有轻重。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这几年的管控吧，这个也确实有很多人越来越脑子里头没有这根弦了，哪些事儿能干，哪些事儿不能干，已经没有印象了。这个那他们就觉得我可以去大杀四方，逮谁我把他灭干净，挺好，对吧？这个我只能说，呃，最好不要让他们手里有任何权利啊，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吓人了。在中国啊，你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去不叫赶尽杀绝吧，就是彻底剥夺他们发出声音的权利呢？首先要妖魔化，你比如法轮功啊，我们先妖魔化他啊，然后呢，告诉他说这些人多么愚昧，然后怎么能够让人这个生病不去看，然后怎么拉着人去自焚，然后去讲很多这样的事情，这些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其实现在也没法去判断了，对吧？因为他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也没有办法来正常的来吵这个架。然后国外这帮法轮功去讲的很多事情呢，也都怎么说呢？就是也很魔幻吧，就是你也没法相信它是真是假，对吧？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
就可以对他们进行一定的这个就是超出人权范围之外的这种处理吧。还有呢，就是啊，这个比如说这些人恐怖分子啊，他们这个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啊，这个也是可以做出一些在法律边界和道德边界之外的这个处理啊，这个都是有的。以及呢，就是你要真的要干这个事儿之前，要先封网啊。这个，比如说有些地区啊，只要出点什么事，只要出点什么事儿就要封网，对吧？你必须要做到这几件事儿才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不能在国际上传播的这种动作，对吧？如果你不做这个事儿的话，一定会被骂惨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忘记今天是星期三了啊，你看看，这个咱们每周三直播，你看这现在还不到200人，156人啊，这个好吧，这个也没什么办法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人少。六代是什么？不知道六代是什么啊？这个所有使用代称的我们就都不知道啊，你在那装糊涂，我们也只能装糊涂。这个好啊，我们继续。德国封禁 DeepSeek 啊，这个里头有人说真的假的？这就说明 DeepSeek 功能强大，真的能用了吗？这个首先这是真的啊，人家也确实下了相关的指令了，而且国际上也都有了相关的报道啊，这个事儿肯定是真的。至于 DeepSeek 是不是真的强大了？其实 DeepSeek 现在已经不能算离开第一梯队吧，但是在第一梯队里头呢，应该已经不算靠前的了。现在最好用的模型肯定还是我们叫御三家吧。OpenAI、谷歌和 Anthropic 啊，这3家的。然后呢，这个其他的模型像Minimax、这个千问、DeepSeek 呢，基本上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豆包呢比他们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也差得不远，基本上能用。法国的 Mistral 的话，好像还是差的稍微有点远。法国 Mistral 没准能够跟百度文心一言站在差不多的位置上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被封禁的并不一定是强的，对吧？你比如说，这2天 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出来说：“哎呀，我感觉有威胁。”但是呢，他没说是 DeepSeek 对他有威胁，也没说千问对他有威胁。他说的谁？他说的质朴，对吧？质朴的模型真的强吗？其实也就一般。那为什么质朴会让山姆奥特曼感到威胁？然后质朴是所有大模型厂商里头唯一的一个进到美国实体名单里去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你支持中国军方，对吧？你接了一大堆军方单子，那就给你放在实体名单里，大家觉得你有威胁了，你等于为中国军方赋能了嘛？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你像前面这些，比如说像海康威视这个，你说造摄像头的，造这个图像识别算法的，那你说这帮人能强到哪儿去，对吧？这都是人家早8、8年玩剩下的东西。但是呢，你违反人权了啊，你这个监督人家了，然后这个侵犯隐私了。那我就给你列实体名单了啊，它是这样来去规范的，它并不是说禁谁就真的强。还有人说说老范太有意思了啊，存本地无意义，难道数据全都存到中国就有意义了吗？我只能说存在本地这件事儿呢，一样会被偷啊，跟存在中国，也会被偷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区别，对吧？前2天是川普接受福克斯的采访，那个女的说：“哎呀，你看中国在美国电信里头做手脚，然后窃取咱们的机密，窃取咱们的这个专利和知识产权。”然后呢，川普说：“我们也这么干啊。”然后那记者当时没反应过来，说：“你说啥？说我们也干吗？”他说：“对呀，我们也干啊，这个我们干的比他们还厉害呢。”然后那个记者就当时就晕菜了，说这世界就这样吗？然后那川普在那儿乐了，说：“对呀，世界就这样，很肮脏的呀，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这个可大惊小怪的啊。你把这些数据存在哪儿，其实跟它的安全没有什么关系。今天还有一个消息讲的是这样，就是伊朗在被以色列空袭的过程中，不是各种以色列精准打击嘛？现在讲说伊朗的内部的所有这些 IT 系统都是谁做的？都是印度外包商给做的。那么印度外包商呢，应该是，跟以色列摩萨德可能有一些合作吧，或者说被渗透了吧，也只能这么讲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去看
欧美有多少系统是由印度承包商做的啊？那么这些系统里边的内容肯定以色列人都搁在手里头呢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啊，大家不要觉得数据放在哪儿就能够稍微变得那么安全一点点啊，没有这事儿。好，最后一条啊，网上信息啊，南北战争的时候啊，就像你说的，墙反着修。北方是自由经济，比南方发达很多，南方是奴隶制，但北方对南方却是高额的贸易逆差，南方全是奴隶，没啥购买需求，但却一船船棉花卖给北方和英国，靠奴隶主的低人权优势赚取高额的贸易顺差。于是，自由经济的北方要求贸易保护，而奴隶制的南方却主张自由贸易。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的研究指出，南方的生产效率其实还比北方高很多，因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被人诟病。他解释，我们并不是帮奴隶制说话，我的太太就是黑人，相反。正因为如此，南北战争才更有打的必要，否则靠竞争排挤靠竞争击垮南方就是否则靠竞争击垮南方就完事了啊，何必要打仗呢？对吧？这个事儿呢，就是这样啊。这个感谢这位朋友给我提供的资料啊，这个事情他不说的话，我还不知道啊，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资料。我觉得这个过程跟现在的这个状态很像啊，咱们也是低人权优势，然后低工资、内卷，然后造大量的这个产能过剩的东西去倾销到全世界市场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想靠贸易挤压呢，你肯定还是没法整啊，就跟当时北方挤不掉南方一样。现在这个欧洲跟美国想去跟中国玩挤压这个事儿呢，也确实没法整。至于最后会不会发展到打仗这个事儿呢？希望不会吧，咱们还是希望世界和平吧。但是这个最后怎么解决，不好说啊。看看比如说一些贸易绞杀了以后会有什么变化吧。这个我觉得，这个观点的这个角度还是很棒的啊。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啊，非常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补充吧。好啊，网上的信息都读完了，再看看这边啊。我觉得有些大老板办公司就像我玩游戏一样，是一件很上瘾的事情。玩一个通宵后，第二天还可以接着玩。工作对别人是痛苦，对于这些老板也许就是兴趣。这个也有可能啊，这个是有这样的人。真有本事动手，上上周就该动手。这个上上周出啥事儿了？不知道啊。范老师，你之前在民企任职时，跟体制内的国企的人打交道，感受怎么样？有被灌酒吗？这个，第一个呢，是我在民企比较早期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怎么跟国企打过交道啊，主要是跟这个政府打过交道啊。这个是在90几年的时候，很早了啊。当时跟全山东省的税务局打交道，那真的是灌酒没什么商量的啊。而且山东这地方它就兴这个，你没办法。国企还真不怎么打交道，但是听说国企是喝酒的啊。民企的话，金山其实喝酒喝得很厉害，就是有些民企也是喝酒的，就是他有这种喝酒文化。我记得这个原来我有一个 LP 啊，就是他们就是我做基金，他们给我钱的那个人，他们呢也是有喝酒文化。他那个办公室里边都是那个，就所有的会议室都是以酒的名字起的。啊，这个会议室叫茅台会议室，那个会议室叫五粮液会议室，全是这么起的名字。然后这个动不动就坐在那儿喝一个，对吧？有些民企也喝啊，只是民企呢一般，怎么说呢？就是你不要求上进，不要求这个靠近老板的话，你就不用喝啊，因为只有老板爱喝酒，才会有这个喝酒的习俗嘛。啊，有些人说我无所谓啊，我也不舔着你，我也不那什么你啊，他就不喝。但是有些人说我一定要求上进，那你就只能喝啊，这个没办法。国企真的没怎么跟他们打过交道。打架这种事儿啊，你要有本事啊，从来都是赶早不赶晚。这个现在反正费劲吧，看看最后会怎么样吧。
荷兰好像也不让用 DeepSeek 了啊，好吧，那就不用吧。DeepSeek 其实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使了，就是而且现在各种的不让用，主要还是不让用 APP 啊，并没有说不让用网站，对吧？也没有说不让用这个他们家的服务啊。DeepSeek 真要用的话，还是把它部署到自己的服务器上比较好。你比如说，你用这个 OpenRouter 的这个 DeepSeek，对吧？它就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上，或者你用这个微软云的 DeepSeek 啊，微软云上应该也有 DeepSeek 啊，你就用这些不就好了吗？你没必要非要弄到中国的服务器上来用吧。好啊，今天的读评差不多就到这里啊，这个大家今天人比较少，然后呢说几个事情啊，这个第一个呢是明天我应该还会去氛围编程啊，他们在明天应该是在东升大厦，在五道口。然后呢，我会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场地的事情，因为我们7月10号，也就是下周四呢，计划在北京做线下见面会。然后初步呢，应该是定在东升科技园啊，应该在西三旗。啊，这个我明天要跟他们确认一下这个事情。确认完了以后，礼拜五的话会开始报名啊，会去出问卷啊，然后呢可要收费啊，这个事儿还是要收费。这个是礼拜五的事情。然后下周四的话，我们去线下聚会。啊，这个明天如果我线下聚会太忙的话，这个或者说见了人跟人聊嗨了的话，可能礼拜五上午就没有节目了，这个是有可能的。对，少聊打架啊，对，这个老范还是需要保护的啊。荷兰那边 IT 业如何？不知道。欧洲有 IT 行业吗？有啊，都外包给印度人了吧？挺少的。据说荷兰那边多一些需求啊，这个不知道了。川普和马斯克的第二季啊，这个那大美丽法案基本上还是能过呗。这个那怎么办呢？没什么办法。你觉得未来汽车产业链上的普通制造商，比如限速这些业务上，还有可能性吗？这块可能就真的需要隐形冠军了啊！如果做不出隐形冠军来，可能就没戏了。而且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卷啊！线下聚会没我啊，太难受了。这个你在美国组织啊，你在美国组织一批人，然后我们去开始搞。我先在国内先这个叫做什么呢？先摸索几次啊，摸索几次以后，然后咱们在这个全世界溜达。川普和马斯克恩怨情仇第二季开始了，那就开始吧。这个也没什么办法，两个大嘴巴，对吧？美国都有谁啊？这个，我不知道美国都有谁啊。这个可以问一问，回头那个我们在 Discord 的群里头来问一问。但是你如果美国天南海北的这事儿也受不了，一个在东海，一个西海岸，这个事儿也不太好搞，对吧？我觉得可以等这个塔主溜回美国的，然后那个我们在美国找一找。我觉得可能美国硅谷的多一点啊，就是在湾区这边可能多一点，其他的不知道了。德州好像有啊，这个卡尔加楚反正是再也不来了。哎，今天好像又变回去了啊！今天不再是这个这个用户名了，今天变回这个大家的这个名字了，对吧？这个还是挺好的，我觉得直接出这个一大串的这个用户名的这个不太好看。看来这个StreamYard 还是修改了这个 bug。你不在硅谷啊？硅谷的话直播根本赶不上啊。那你是在纽约那边吗？就是在美国西边啊，东边啊？你是在东海岸吗？这个美国看吧，这个如果大家比如说东海岸一个，西海岸一个，这个就看怎么去凑这个人数啊。就是如果真去的话，还是希望能够见到真人啊。这儿才5点，这会儿才5点啊，就是硅谷现在才5点，好吧？那是不太容易赶上。好啊，那我们差不多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啊，今天就讲到这儿，那么我们再见，下周三继续读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人太少了，下次要去改一个封面来啊，东部，好吧。